起来啦！哎，你今天不是请假在家收拾吗？怎么起那么早？我起来给你做早饭呀。哎，你还没刷牙呢。你还不是我老婆呢，不用那么早进入角色。那不行，我得表现好点儿，省得你又突然决定不要我了。送你一枝花吧。干嘛送花啊？没事儿，这花挺好看的。没事送什么花啊？没事怎么就不能送花了？送花干嘛要送玫瑰啊？玫瑰不能送吗？玫瑰是代表浪漫的。你是学酒店管理的，什么花代表什么，你能不知道吗？玫瑰是代表爱情的，不能随便乱送。那我收回。
怎么了？我伤你心了吗？我没有，我没有想过，今天这个日子，居然有人送我玫瑰。我这个样子，你应该让我躲过今天。为什么要躲过这个日子？来，把手给我。1年365天，天天都属于我们，天天都要好好的过，过得认认真真的。好，好，你看，你完全可以自己走路的。来，再走。来，杨月。再走。来，再走。谢谢你，玉龙。我会用我的一生来谢你。因为每次都是你，让我有了幸福的感觉。不，应该让我谢你。你为我做的太多了，无论小事还是大事，我一直被你照顾，被你帮助，我还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谢字。可以置身事外吗？可以视而不见吗？哎，2313房的那客一送了没有？客人给催了啊。还没送呢，2313客一没有加急啊。你别管要不要加急，先给送去，好吧？好。可以忍住眼泪吗？哎，潘玉龙，这2313是客一吗？是。哎，潘玉龙，你不是当过贴身管家吗？考贴身管家要是多报考一门外语，是不是多加20分啊？加10分吧，我记得。不知道，我没考过。没考过？
那你以前是怎么当上的？我以前是因为临时顶替的。顶替的？那你这次报名吗？你考吗？我不知道要报名啊。你们洗衣厂的人不让考吧？让考吗？什么时候考？下个月。你报考吗？你学个日语吧。啊？可以做个交换吗？可以给个机会吗？可以保持信念吗？为了日子好过点。可以亲吻蓝天吗？可以抚摸彩虹吗？可以在离去之后看到你的微笑吗？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可你已经无路可退。你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为了让生活继续。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可你已经无路可退。你要忍耐到最后一刻，为了让生活继续。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可你已经无路可退。你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为了让生活继续。你不知道该如何。根据你这8个月的工作表现，经咱们厂里向客户部提议，客户部报人力资源部审核，人力资源部报总经理批准。现在决定提前解除你留店查看的处分，希望你再接再厉，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谢谢厂长。你是个大学生，厂里今后对你的工作安排，你个人有什么想法吗？洗衣厂的职工可以报考贴身管家吗？可以亲吻蓝天吗？可以抚摸彩虹吗？可以在离去之后看到你的微笑吗？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可你已经无路可退。你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为了让生活继续。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可你已经无路可退。你要忍耐到最后一刻，为了让生活继续。你以后别来接我了，我自己可以回家。好啊。你在你们酒店打班宿舍就这么住下去了？对啊，我们宿舍挺好的，就是下夜班的人一回来，就得让他们吵醒一次。我们那儿有些人特别不注意，回来吵吵嚷嚷的，1、2个小时也不躺下，也不管别人第2天是不是要得起早的。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提意见呢？上白班的人在倒班宿舍里住的，没有几个人，我们几个弱势群体，说了没用。我想换一个大点的房子租，租个2间房的房子，你愿意跟我一起合租吗？你现在住的不好吗？为什么要换地方？
你想跟我合租吗？我哪有钱花在租房上？我住在单位宿舍，挺好的。有钱出钱，没钱出力。你跟我租房子，不用你出钱，你出力就行。出力？出什么力啊？我们租2间房的房子，我住一间，你住一间，你不用出钱，你就负责打扫卫生，收拾一下屋子。星期天你要是休息，你就回来和我做饭，怎么样？你觉得吃亏吗？不，这怎么行？那你是不愿意照顾我？不是。那为什么呀？我不想再欠你的。再说了，咱们这么住在一起，别人看了会说闲话的。真的吗？我都这样了，还会有人说咱们闲话？其实我没什么，主要对你不好。你看，你是女的，又没结婚谈朋友，干嘛让人家议论你啊？那你结婚谈朋友了？我没有啊。那不得了。那你为什么不怕？不怕被别人议论啊？我是男的，又当过大牢，我是破罐子破摔了。哦，你跟我住在一起就是破罐破摔了？不是，和你住一起，是把我这破罐子镀金呢。那好，那我们成交。走吧。我帮你把箱子搬了吧。你别忙了，坐着歇会儿吧。没事儿，我一点儿也不累。要不要紧啊？不要紧，没伤着吧？没关系，没关系，你去拖地吧。叫你坐着歇会儿。哎呀，我不累，你去拖地吧。欢迎你们即将加入万城大酒店贴身管家的行列。你们是100多名报名者当中的优胜者。贴身管家是万城大酒店完美服务的体现者，是万城精神，是万城荣誉的体现者。因此，你们将要经过2个月的艰苦训练。2个月后，你们当中将产生6位正式的贴身管家，另外4位将被淘汰掉。这是一场残酷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你们要战胜的唯一的敌人，就是你们自己。
一楼2513的客人要一台手提电脑，你赶紧给送去。Bad service。我回来了。饿坏了吧？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做点什么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这谁的婚礼啊？谁请你去的？啊，我的一个同事，比我还小1岁呢，人家都结婚了。怎么，你急了？我打算单身一辈子的，我急什么呀？你反正不急，男人要先谈事业，后谈感情，对吧？的确，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那你选择什么？我选择白天挣钱，晚上做梦。做梦太多，小心影响睡眠质量。做梦是我的快乐，真的。每天晚上，我都盼着自己能做梦，能够梦到在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的？什么事儿？很多啊。比如像过去一样轻松的走路。还有呢？只要能和过去一样走路了，我就可以拥有和过去一样的幻想，一样的幸福。这个新娘子，她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吧？对啊，大学毕业的时候一起分过来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平时在所里上班的时候，她特别照顾我。那她的婚礼，你一定要参加了。需要我陪你去吗？不，我不去参加。为什么呀？在我的生活里，不应该再有这样的快乐。我很害怕热闹，所以只能躲开。我要告诉自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看也罢。咱们也结婚吧。
上回你在电话里跟爸妈说的那件事儿，爸妈都跟我讲了。关于这件事的看法呢，我跟爸妈是一致的。这是你的人生大事，我们都不希望你这么早的做出决定。你呀，应该好好的想想。怎么说呢？他毕竟是个残废，就算他将来自己能够走了，他能够跟正常人一样吗？我不会马上决定这件事的。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告诉给家里。如果你仅仅是出于同情的话，你也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以身相许。在他面前，我没有资格说同情二字。他是为了我才残疾的，我是欠他的，在我心里，只有感激。感激呢，你可以多去关心他、照顾他。妈让我告诉你啊，你钱先别往家里寄了，把钱给那个女孩用。这不是钱的事儿，姐。哎，那钱能够办事儿，你就把钱先给他用。妈也是考虑到你在个人问题上别太委屈了自己。你就算是要找个对象，你也应该找一个你自己真心喜欢的吧。他是我真心喜欢的人。小龙，你以前一直跟姐说你要做个真实的人，我是你姐，你在我面前还装什么？你真的喜欢他吗？他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是个特别宽宏大量的人。我喜欢宽宏大量的女人。这次沿海赏花节，市政府非常重视，从国内外请来了各界名人，超过了往年的任何一届。我们万城大酒店负责接待赏花节组委会的特邀嘉宾和部分在开幕晚会上表演的明星。总经理对我们客户部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第一，准备工作要特别充分，凡确定接待赏花节客人的房间，都要保证绝对完好。专栏太紧，通知他们把所有的轨道检查一遍。好的。你们今天把我们查过所有的房间再做一次电话聊天系统检查，明天把检查结果报给我。房间迷你8账单一律用新版的，旧版的以后只在地区楼层使用。好的。妈，你下周来吗？我们定下来之前，你们总得见见面吧？这不是得跟你商量着吗？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反正你们见见面就知道了啊。听杨月说，你们考虑结婚了？啊，都准备好了？还没具体准备呢。我和杨月都是生活简单的人，如果双方父母同意的话，我们会再仔细计划一下。啊，我们的意思是，杨月的腿不知什么时候能治好。再说，她现在身上还有其他伤病。你想和杨月生活在一起，得有个心理准备啊。我是说，你再仔细想想，考虑成熟以后再做决定。婚姻是人生大事，一旦做出决定，那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作为杨月的母亲，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女儿的人品没有问题，她对她所爱的人可以献出全部。只是她目前的身体状况你是知道的，我请你慎重考虑。如果你决定不和杨月结婚，我们做父母的不会怪你。如果你决定和杨月结婚，但以后又反悔了，又嫌弃他了，那对他太不公平了。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带给他幸福，我们只是想
他不能再受伤害了。在我需要的时候，杨月不止一次帮助过我，所以我感激他。我真的想让他幸福。你的感激我们全家都心领了，可是我想杨月她不需要这种感激。我知道杨月需要什么，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杨月幸福。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他的亲人。我们更知道，只有真正爱他，杨月才能幸福。我会努力的。谢谢你，杨月要靠你了。这是应该的，阿姨你别客气。你们有了计划就早点告诉我们，需要我们双方父母见面也行啊，到时候我们再过来。哎，或者呢，就让你爸爸妈妈到北京去。哎呀，这次啊，我和你阿姨没能请几天假，没时间和你好好聊聊了。等下一次吧，我们再过来。要不你和小月一块去北京？爸妈，你们快进去吧，回去替我问姑姑好。别练得太狠了，慢慢来啊。我知道。爸，多保重啊，孩子。你也是。那我们进去了。再见，妈，爸，再见。妈，爸，再见。起来啦！你今天不是请假在家收拾吗？怎么起那么早？我起来给你做早饭呀。哎，你还没刷牙呢。你还不是我老婆呢，不用那么早进入角色。那不行，我得表现好点，省得你又突然决定不要我了。我知道你是摩羯座的，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没有安全感吧？对啊，跟我谈恋爱本来就挺麻烦的。麻烦在哪儿啊？我害怕孤独，没有安全感，总想控制对方，不给对方自由。你别吓我。也许为了你，我可以改变。其实不用刻意改变，你这些性格，假如不太过分的话，不是缺点。恋爱和结婚都一样，既有快乐，又有痛苦，既让人向往，又让人胆怯。那咱们还是别谈恋爱，别结婚了，做普通朋友吧。不。
佩龙，参加赏花节的客人已经到店了。Bad service. 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